淮扬菜一直以淡雅精致著称，犹如江南女子般婉约清新。健康新时代特别邀请来自镇江的大厨，为您调制纯正的江南风味。7肥3瘦的狮子头，怎样才能做出肥而不腻的清爽口感？那么我们这7分的这个狮子头，之所以叫狮子头，就是因为在炖的过程当中，把里面的肥肉给它炖化。如何轻松取出蟹肉？它这两侧这样一削开之后，就出来了。在品尝河蟹时，又有哪些健康提示需要您留意呢？如果您想在家品尝江南风味，就千万不要错过本期的健康新时代。走进健康新时代，快乐生活吃出来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，我是大嘴。如果说你去过淮安或者是扬州或者是镇江的话，那么你一定会对那里的美食很感兴趣，淮扬菜很有名气。但是如果说你从这个淮扬一带呢回来了，然后呢还是怀念那里的味道的话，想在家里做这个正宗的淮扬菜，那咱呢就得学习这正宗的淮扬菜的做法。今天给你请来的就是正宗的淮扬菜师傅，有请来自于镇江的朱大厨，欢迎。那么今天呢，有一位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，以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的养生专家兼这个营养老师，不过今天他有另外一层身份，因为他呢本身是江苏的常州人，所以说今天讲淮扬菜他是很有发言权的。有请顾老师。大家好。淮扬菜我们吃过好多，比如说大煮干丝，比如说松鼠桂鱼，再比如说什么狮子头。那今天淮扬菜的经典之作，我们就教大家做狮子头，经典中不能再经典的了。对，好，来朱大厨有请。这个菜是国宴中的代表菜。国宴就是说，一般我们的领导人宴请外宾，或者说在一些重要的一些宴请的时候才会出席的菜品。对。那如果说咱在家里能把这道菜学习了，然后呢在家里来做一下它，咱享受的也是国宴的待遇。没错，你家里的厨房就是国宴厨房了。好嘞，来大厨，首先我们就给改刀，这个狮子头做什么？要回肉，回肉3期的什么肥肉，肥肉、五花肉，这是我们南方的口音说出来了。这个今天在没正式做菜之前，让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来到了淮扬一样的。对，我们说肥肉，咱这边的肥肉呢，先得选择一批特别肥的。怎么我感觉这个瘦肉在这上面显得特别可怜，好像就给刮掉了一样。就是主要狮子头吃的会的为什么要多呢？它就是其实入口即化，回也不腻。等一下子它说这个狮子头用什么？用回肉和瘦肉，还有马蹄。肥肉、瘦肉和马蹄，就这个，就这3样主要的食材，搭配一点菜心提颜色。等一下，这个。肥肉要切粒，我在想你看这个肥肉，它切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在狮子头中看到的肥肉都几乎看不到踪影，看不到，因为它会熬没了，或者说煮化了。那这个是不是要求刀工切的要比较细一点，切的粒？对。刚才猪猪说，我请教了一下，我说，你这个片儿切的真细，他说要稍微速冻一下，切的效果更好。对，稍微的，因为咱老百姓自己切呢，肯定没有那么好的刀工，也没那么快的刀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稍微冻一下，然后再切成薄片，就比较好切了。一般切成薄片，要做狮子头呢，做多少呢？一般是，1斤肉7两回的，7两3两瘦的，7比3。那这么说的话，肥肉是占着很大比例，对，很大比例。可是你看在吃狮子头的时候，我们永远吃不到肥肉那种腻的感觉。这呢，就是在烹饪中掌握一些技巧，不仅保证口感，还能保证不腻。今天跟大家好好学一学7比3的比例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说我们不要担心这一期呢，因为我在这儿做营养书之前有担心说吃狮子头会不会太油腻了。对呀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说我们淮扬菜呢特别讲究什么呢？这个炖工。那么在炖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是一个靠油的过程。那么我们这7分的这个狮子头，之所以叫狮子头，就是因为在炖的过程当中，把里面的肥肉给它油脂都化掉了，全炖化掉了，然后进入汤当中去了，所以呢，那个瘦肉就鼓出来了，像一个头一个头，就像狮子的头一样，毛茸茸的，对，毛茸的，所以这才叫真正的狮子头。淮扬菜的很多的这个狮子头。
鲢鱼头，叫鲢鱼头，三头，猪头叫三头嘛，对，猪头就整猪头，整猪头，鲢鱼头还有狮子头，这是我们的三头，也是淮扬菜的经典代表菜。三头，但这淮扬三头啊，鲢鱼头和这整猪头都是用的真的猪头和真的鲢鱼头，是这狮子头就是假狮子头，一个象形菜，象形意。但这个呢，好像据说都跟乾隆爷有关系，因为他下江南以后呢，就把淮扬菜好几种菜，他认为就很经典的菜呢，就把它都弄到宫廷去了，所以才让淮扬菜呢发扬光大，所以跟乾隆的这个下江南的这个典故呢有很大的联系。那这边呢，肥肉哈都切成这样的小丁儿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丁切的真的是大小统一哈。那这边好像还要把这个瘦肉再单独切一下，对，要加点瘦肉在里边。这个瘦肉呢是3成瘦，就是七份的肥，7:3的比例，就是7:3的比例，然后我们比一下。瘦料纯精肉，不要纯精肉，这边是选择什么颈部这一块，或者五花肉。五花肉，然后把这个肥的部分去掉，然后瘦的一部分是做狮子头。那这个多麻烦，我们干嘛不直接选择这个里脊，或者说直接选这个瘦精肉后丘这个位置？里脊和瘦精的话，它属它什么花柴，吃口感不那么软弱，就是说它脂肪含量少。对，没错。其实呢，我们要比较一下，你像里脊肉这块肉呢，它的里面的脂肪是4%-5%左右，少，非常非常少。如果你要是同样的像后臀尖儿那块儿，或者是呢，我们就是大厨选的这个五花肉当中的那些肥肉，它可能里面的脂肪要达到30%，它差别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说吃起来发财，这个发财就是脂肪少，没有油润的感觉。那你看这边呢，也是把它切着哈。说到淮扬菜，我相信大家都能吃过那么几道。不过说到这个淮扬菜的特点，顾老师，您作为这个家乡人，您说说，您感觉的淮扬菜有什么特点？我感觉的淮扬菜呢，一个是做工比较考究，比较精致，就是刀工从造型上看的比较漂亮。颜色啊、形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说松鼠桂鱼这种形状、颜色呢是很讲究的，而且呢量都比较小，不像咱们北方人做菜量那么大，它小而精致。那么另外他们就是就地取材，一般选取就是我们江南一带比较好的食材，像水生的一些食材，它用的比较多，比如说海鱼、河蟹，这个就是湖泊里面的一些水生的一一些原材料，包括蔬菜类的，包括蔬菜类的马蹄呀，包括这个茨菇，我们是讲的茨菇、水芹啊，还有藕，对这些根茎类的东西，在湖里长的呀、河里长的呢比较多，就地取材，是不是？当地的原材。这边这个马蹄也切好了，马蹄切成小条，切条再切丁，切完之后再切丁，就是造型要统一。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主厨，你看哈，这个狮子头，我个人感觉它一直都是纯肉的，咱这个加马蹄，它这个目的是什么样？这个马蹄什么？它是一个清脆，爽口。就是去什么狮子头，一般它有回肉比较多嘛，有黄子就是吃口嘴里不要那么回腻，也能起到清口的解腻、清口作用。可是比较脆，比较脆爽，对脆爽。在里面它占一定的体积。那个肥肉你咬多了，可是有了它之后，我在想，它能成这个丸子的造型吗？可以，会不会就是这个要在打制过程中要加上鸡蛋啊，还有加上生粉去再上劲，上劲，这个什么要加什么葱姜黄酒去腥，要去腥，加花雕酒，这个花雕酒的比例要多一点，肉啊，就是说这么多肉，它花雕酒的比例还是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为啥？一点点，放点姜末，葱末。要放点盐，肉啊就一般不要放味精，放家庭就选择要放点盐。而且现在不提倡用很多味精，就是原汁原味嘛。盐也放的很少，清淡一点，这就是淮扬菜的特点。现在加入的是蛋清，蛋清就是让它能够成丸子的形状，有这个聚合力。这么多肉用一个蛋清就可以，够了，不用太多，因为一斤肉1个鸡蛋到2个鸡蛋就行了，一般都1个鸡蛋就1斤肉1个到2个鸡蛋就行了，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稍微加点生粉在里面，水淀粉，就是淀粉。这时候加水淀粉也是为了让它的造型呢能够成一个团子，就是一个丸子的感觉。黏一过去了啊，这样要打上劲。那句话怎么讲？叫小丸子要瘦，大丸子呢要肥。咱这个狮子头属于是大丸子，所以说肥肉的比例多一点儿，包括它这个状态给人感觉也是胖嘟嘟的。所以在家里不要吃太多，狮子头打上劲，打上劲容易成型。煮的时候，因为煮的时候需要2个小时左右。这个打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方向打？对，顺着一个方向打。
它就是其实上劲作用。其实就跟咱们和馅儿一样，就是我们北方人和馅儿就是一个道理，就一个方向，然后呢给它上劲。对，的确，只要打手感觉不要有沾手的感觉啊，不要有沾手的感觉，有沾手的感觉，有沾手的感觉，有沾手的感觉就好了。就是说它能粘住手，它里面内部的这些肉与肉之间也能粘住。现在我们的丸子已经打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把锅中烧水。锅的烧水呢，稍微加点盐。锅中烧水也要加盐。加的这什么呢？有底味，煮的口味不会淡，因为水里面有一点味都没有的。下丸子这有一个技巧，特别要水开了下。水开下，因为水不开下，它就容易下上面容易粘锅。等一下我还有用菜叶垫衬托一下子。菜心我们就是把这个菜叶去掉。等一下做这个狮子头啊，可以用得上，因为丸子盖下的，它煮的时候啊不容易变色，因为这个煮盖砂锅上面盖火一定不要盖子，它是小火，是会开的感觉。哇，小火就叫文火，慢炖。好，把这个丸子再团一团。其实我觉得哈，你看这个丸子呢，如果说你想让它特别好吃的话，你可以摔打，比如说你抓这一块之后，再往这个盘里面摔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因为这个狮头它回头比较多，摔的因为已经打上劲了，已经上劲了，对，肥肉好上劲，对，好上劲，因为瘦肉多了上劲难。这个下锅之前呢，用点湿淀粉，这是湿淀粉，在它表面上再涂一层，对，再涂一层。你看这个没等它正式煮之前，就感觉有点像狮子头，沾着感觉毛茸茸的，这个是包的，这个有点像包着一个大大的蟠桃的感觉，不容易碎，慢慢的呀，轻晃，哎呦，因为这下去之后不见菜心，它容易粘下面，这像什么？像是一只雄狮浮在一叶扁舟之上，然后在水中划走了，就是有这个感觉，有想象力，很棒。现在呢，我们的4个狮子头已经下锅了，在锅中了。我们这个如果说汤之前有鸡汤的话，或者老汤，可不可以放一点？这个不需要，直接的，因为它那个把汤这么小火慢慢的，它这个味道已经全顺入汤里面了。就非常鲜，就是说这个汤，肉汤，就是已经是肉汤了。对，慢慢煮到它这个肥肉会化掉，然后里面的氨基酸会溶出来，所以这个汤本身非常非常鲜。现在呢，我们的4个大大的狮子头已经下入锅中了。我觉得它是需要足够的火力才能把它爆熟的。这火候一般要这个煮的狮头要达到2个小时以上。2个小时。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第2道菜也是一个在淮阳地区可以说很家常的菜。对。但这个家常呢，我个人是确实觉得它用了一个呢大家都喜欢的食材。用蟹肉，用这个蟹肉，然后做成一个蟹粉，来和豆腐做完美的融合。蟹粉豆腐这道菜，我个人是感觉豆腐大家都常吃，可是和蟹粉搭配出来能成来什么味道呢？一会儿咱们广告之后就告诉你。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健康新时代。今天呢，健康新时代教你做的是正宗的淮扬菜。淮扬菜呢有很多经典的菜肴，都会被封为这个宴会级菜品，在国宴上经常出现。比如说，在锅中需要用2个小时来煲它的狮子头。刚才大家也学了这些前期的步骤呢，有一点复杂，不过准保复杂的步骤出来的味道都是好味道。不过接下来这道菜呢，我是更期待的，因为大厨刚才是这么评价它的：用这个殿堂级的食材。搭配最平常普通的食材出来的味道也会是殿堂国宴级的食材。什么名字？朱大厨赶快告诉大家。蟹粉豆腐。蟹粉豆腐是由来自镇江的朱大厨给您带来的。咱一步一步来。第一步，咱们开始。首先，这个我们要必须选择活蟹，挑出蟹黄没有活蟹，它的蟹黄比较新鲜。从健康角度，它都比较就是应该吃活蟹。吃活蟹，对，死蟹是不能吃的。首先，我们的蟹怎么处理呢？家庭有条件的话呢，可以蒸、煮都行。所以我们就教大家把这个蟹的肉黄怎么挑出来。哎呦，蟹黄直接挑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你看我们的蟹子都爬了，很怎么样？绝对是在家庭一般的蟹的绳子不要去掉，因为什么？不知道它会容易，它会咬人不知道它会扎手，它那个有对，前头会扎手的。蟹子我觉得还是很生猛的一种动物的。对，好，下锅，好，热水下锅，盖上盖子，好了。焖煮5分钟就行了。河蟹当中呢，它有一个营养是别的没法比的，就是维生素 A。这个维生素 A 呢，它的含量呢，这个尤其是这个充满蟹黄的这种河蟹，
那么如果你不用多了，就吃这么1小勺，也就是说1小勺的这个蟹粉，就可以补充你1天的维生素 A 就够了。1小勺就可以了。1小勺就可以了，对。这比吃这个维生素片要强多了，所以它就是个维生素丸，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所以维生素 A 呢，它对咱们人体的这个眼睛啊，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啊，都有非常好的好处，而且对小孩还能够提高抵抗力。这是蟹黄的营养。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螃蟹呢，它要是跟河蟹跟这个咱的海蟹比起来呢，除了维生素 A 比较多以外呢，另外它的脂肪是非常低的，就绝对的低脂肪，所以吃了以后怎么也不会发胖。它虽然胆固醇高，但是它不会发胖，这一点是挺好的。但我在想，这个蟹黄它看上去就是油油的，难道这个蟹黄里面脂肪也少？对，脂肪也少，它主要多的是什么呢？是胆固醇。胆固醇呢，它跟脂肪还不一样，它是一种类脂。胆固醇可能会提高我们就是血管的这个粘稠度，会让我们长斑块，所以不能多吃，我们就吃1勺就够了。蟹粉豆腐，对，1只蟹子，我们吃大闸蟹的时候就吃1只，也不多吃，也没有关系的。我们的蟹子带着浓浓的鲜香味，已经煮出来了。好，煮好了。看一下怎么取蟹黄很关键。大闸蟹一般这个大闸蟹，煮熟之后盖子去掉。盖子去掉，打开。拿个竹签，也是我们这个。好，拿一个竹签，小小的竹签。这个竹签就是说它挑蟹肉的作用的。我们放在旁边。好，而且我就感觉这个鲜香味呢，能给你带来一种对中秋节的怀念。看蟹黄，哇，挑出来，我们要挑蟹肉怎么挑？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子，主要是2头去掉。我在家里面吃的时候，直接用牙齿来啪啪啪咬开它，然后来嘬它就可以了。南方人吃蟹子有一整套的工具，一整套很多。咱北方没有呢，咱们就用现成的。等一下，它这2侧这样一削开之后，就出来了，就出螃蟹肉了。对。哎呦，你别说哈，我觉得这个蟹足呢，把它取下来这个肉呢，给人感觉好像原来的造型一样，对，就跟上面还带着边边角角，对，还得带着一点这个这都出来了，出来了啊，很清香的蟹子的味道，真的很不错，都取下来了，这么一小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呢，用筷子接2下来吃起来，感觉就很滋儿了，就很好吃。要是蘸着香醋吃，来点姜丝美味，但我更期待的是今天和它豆腐，这个豆腐和这个蟹肉融在一起能什么感觉呢？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。来，大厨，再接下来怎么操作？首先我锅上要是这个烧水，打点水。这是我们要煮豆腐吗？对，豆腐处理怎么处理？我们这个豆腐是用这锅汤直接呢做这道菜，还是说这道菜只是现在这个步骤处理一下的？豆腐拆下水需要去掉的嘛，它豆腐的一种味道，就是豆腥气，对，包括就是北豆腐。也要经常的这样烫，对，就是豆腥气呢，它一般就属于这个豆腐当中一种糖，我们叫水苏糖和棉子糖。它通过水，它是水溶性的，经过水一煮呢，它就能够去除。出去了。那我们要煮豆腐，首先把这个水里面烧开了之后，要放什么呢？一定要是开水下锅。开水下锅，对吧？然后放点盐。这个开水下锅就能保证不碎吗？还是说怎样？对，容易碎。还有盐，它有这个异味，什么其他的？紧缩的感觉，哇，那这个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豆腐不碎，提前入味，对，哇，定型，对，可以稍微放一点点酱油去上色，这个酱油少一点点，这时候我们的南豆腐就要上点颜色了，对，上一点，因为豆腐太白，我们炒制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放酱油了，炒蟹粉的时候有点金黄色的感觉。好，这就开火可以下豆腐了啊。我感觉蟹粉豆腐好像都是白白的，然后蟹粉的颜色染成黄色。这就稍微没想到之前做的时候放稍微放一点点酱油，给它染成黄色了。那这道菜我觉得真的很南方对，是不是？一般北方人做菜出来这个菜呢，都是那种大红的那种颜色，对，红色，要么就是红亮的颜色，比较通亮。而这种南方菜相对来讲比较颜色素雅那么一点点。这个在炒制蟹粉的感觉到没有酱油，看不出来酱油，它颜色非常好。因为太白了，颜色没有食欲感。对，就是说有那么一小层凸显一下，然后呢就不用特别重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焯一下水，并且这个过程呢，我们在家里不管你是炖豆腐还是说怎么做的话，都可以保证豆腐不碎，因为里面放了盐，而且是在开水下的锅。对，豆腐现在已经煮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豆腐怎么和蟹粉来融合。来，好，我们开始下锅啊，下锅，开始锅烧热，下油，来点油，对。
来一点底油就可以。底油少一点油，锅烧热一定要热，这种不容易粘锅，晕一下子，来，这时候下什么呢？把葱姜爆锅起香的作用。葱姜爆锅。对，葱。其实我觉得做这种河鲜很喜欢姜。一般你看我们做很多河鲜，如果说没有姜的话呢，它这个土腥味去不了，而且有了姜之后还能提味儿。现在就下入我们的蟹肉和蟹黄。对。哎呦，给它煸香一下。对，煸虾子起香。我在煸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蟹呢，它在锅中这么来回煎的时候呢，会有一点点这个油进去，是指这鲜的味道呢，又加了一点点香。花雕酒，也要用花雕酒。对，淮扬菜中是不是经常用花雕酒？对啊，要用一定黄酒，我们一般就黄酒。黄酒，黄酒就可以。这个花雕酒看去香味出来了。一定要这个炒蟹粉的时候要多放一点。对，放一点点番茄沙司，起色的这种番茄酱，起色的作用。哎呦，这道菜好难放。对，来点番茄酱。这个番茄酱你看就那么一点点，颜色都染成红。唰的一下，它怎么这么棒啊？来一点的那个黄的颜色之后，黄色加红色这么好看，鲜亮。再来一点汤。好。也是金黄色。像豆腐。下豆腐了。哎呦，豆腐呢是做滑梯下去，因为足够滑呀。好，滑滑润润的。这道菜有点像什么？像我们以前吃的这种南方的很多各吃的这种羹皮，像不像？像。比如说有的时候呢，吃的这种南方的，就这种感觉。轻轻的慢慢动，因为要是什么豆腐容易碎，慢慢的推一下，就跟煮饺子是一样的。对，这样的不容易粘锅。因为不动它容易火大了，容易粘锅。这时候我们先可以那个下味了，来一点点盐，盐，就是调味了。对，盐这个一般半就给你够了，差不多就够了。哎呦，半小勺，稍微再加点，好。都有点咸味。河蟹本身有咸滋滋的。这时候用大火来勾搭它吗？对，动一动大火，稍微烧至5分钟就行了，就可以了。因为叫豆腐慢入味，豆腐吸收蟹粉的味道。这个吃河蟹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？除了生吃，还有什么？另外呢，你比如说河蟹它比较凉，很容易让人过敏，所以呢，一般平常有过敏体质的人就要少吃。而且它这个凉性呢，还容易让人拉肚子，所以呢，平常你就比较容易腹泻的人吃的时候也要小心了。我还记得呢，看《红楼梦》里面有那么一回，他们呢吃了蟹子，在秋天的时候，中秋节赏月，然后呢，嘱咐给各个小姐们赶快回屋歇息，因为刚刚吃的蟹子很凉，然后呢又站在这个风口处，很容易使这个脾胃受寒，对，脾胃就容易受寒。它是一个极其阴寒的食物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，想吃蟹子的时候，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健。对，然后最后我觉得第二天早晨喝点生姜水，或者是配的菜的时候就要放姜。这里面就有姜，对，就有阳气。而且这个菜呢是属于一种这个羹品的那种感觉，热乎乎的，而且里面有姜水在，喝下去之后呢就不用这样的担忧了。好，我们的蟹粉豆腐马上可以好了啊！哇，出锅之后开锅之后也是打点湿的，对，湿淀粉。你看那个，你别说现在我们这个豆腐在里面好像是自己在跳舞的样子。因为它这个嫩的程度呢足够好，在这个水汤底在动的时候，它也跟着能动起来。下水淀粉轻轻慢慢推，也记住是推，不然的话容易碎掉。对，碎掉，然后叫芡汁完全均匀的包裹在豆腐上。在出锅之前还重要一观点，放什么镇江香醋。镇江香醋，这个我觉得我们南方的特点。大叔怎么讲？你应该是很骄傲的，因为你老家的香醋，镇江香醋很有名，它用大米做的，是不是？蟹的嘛，不要腥气，香这个。醋呢提香的作用，这个镇江的醋稍微滴2滴就行了，1点2滴。对，就是这个镇江香醋跟这个老陈醋之类的，或者说我们平时吃的米醋有什么区别？老陈醋不要酸一点，那香醋呢？香醋有点酸，香醋一个香柔，味道很好的。一般就是适合做一些这个味道不是很抢味的，尤其是比较腥气型的，对，腥味的这个菜里面加一点就非常好，比较适合。好嘞。来一点香醋下去，这道菜呢已经出锅了。蟹粉豆腐，还有一点撒上葱花提点缀作用。你看这道菜本身不需要提亮了，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这个汤羹里面呢有这个蟹黄的颜色，油黄的，所以说在上面呢整个出来的时候也是表面上有光泽。那我们赶快也来尝一尝它吧。有没有立刻怀念起家乡的味道？有家乡的味道。
什么感觉？尤其是像中秋节我们吃那个大闸蟹的味道是一样的。而且这个豆腐在里面搭配的特别滑软，对，是不是？你看豆腐里面已经入味了，的确，对吧？能有螃蟹的味道。做了一道淮扬菜以后，你就愿意去江南了。这样以后真的是在家里也可以做了。对，在家里可以吃到地道的淮扬菜了。刚才这个呢是朱大厨给你带来的第2道菜，因为第1道菜呢还在锅中煲着。不过现在我们看一下什么样子。哇，哎呦，我感觉比刚才胖了2圈的感觉。这个比较弹性，而且这个出来之后，这个头的表面真的像狮子的头一样，有凹凸有致。对。而且我们看到上劲弹性的，你看非常有弹性。这样来扎它的时候，也能感觉到里面是有一些力道在，是不是？很不容易把它戳破。好，来，我给你拿端着。好。其实我觉得，你看这个菜哈，还真是挺适合秋冬季节的。暖乎乎的，然后有汤还有肉，尤其是这2天有点寒流来了，赶紧做一个狮子头暖胃。往下这等下烧点汤，用原汤调这个味。其实狮子头这道菜呢，你看。它真的有点复杂，它不是像咱们北方那种是炸的丸子，然后它热量很低，因为它已经把这个很多的油呢已经煮到里面去了，把油撇掉，然后去盐，取一点清汤，尤其是丸子的清汤原味，勾一个汤，这个汤里面需要加点淀粉吗？不加淀粉，不加清汤，直接是清汤，看起来非常清爽，对，清爽，好。这个一烧开就行了哈，出锅。好嘞，出锅。哎呦，淋上去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狮子头立刻就熠熠生辉起来了。不然呢，只是4个大大的肉丸子。不过有了这个原汤之后呢，这道名菜狮子头就可以正式的呈现在你的餐桌之上了。今天我们聊的都是淮扬菜，特意给您请来的是来自于镇江的大厨朱大厨，谢谢朱大厨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郭老师。希望大家在家里呢都好好的享受淮扬菜带给你的美食的感受。感谢你的收看今天的健康新时代，我是大嘴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。